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哎呀，现在的世界局势不太妙呀。咱们今天来讲两个话题，先来看今天的标题：房贷利率 LPR 猛涨，中国房价将会飙升，川普即将夺回白宫，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拜见前总统办公室，美国分裂难以避免，在美华人的末日即将来临。那今天要讲的话题比较沉重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无论你是在墙内还是身在海外，那今天的这个话题你们应该仔细听完。首先呢，告诉大家面具人我今天的一些感慨啊，我觉得川普呀真的是狠人，这次川普真的是把大招放出来了，这个大招太厉害了，面具人我不是开玩笑的啊。川普现在真的是有反杀的架势，真的是有杀回白宫的架势啊！哎呀，面具人今天要讲的这两条消息太重要了。川普的事儿咱们放在节目后半段再讲，精华嘛。咱们先来讲第一件事儿，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和国内老百姓有关的啊，房子的事儿。哎呀，面具人的一则预言又实现了。当时面具人讲了好几期 LPR 利率的事情，对吧？面具人曾在2020年的8月13号和8月15号的节目中，曾精准的预测了中共推出 LPR 利率就是为了涨房贷利率割韭菜的。结果你们看，果不其然，当年转换成 LPR 利率的人，现在已经吃到了我党的铁锤了。可是呢，经常收看面具人节目的，不管你是买拜登赢，还是说选择不转换 LPR 利率的，听了面具人的节目以后觉得讲的有道理，做出了合理的选择，买拜登赢或者是不转换 LPR 利率，那现在做出正确选择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赚了？这就是为什么要经常看面具人节目的原因啦。先来看这次 LPR 涨价的新闻啊。首套房利率达到了 5.2%， 有业内人士称这是给房地产市场泼冷水。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啊。2021年1月27号起，四大银行的房贷在广东、广州全线涨价。工农中建四大行的首套房贷利率由 LPR 加40基点调整为 LPR 加55基点，二套房房贷的利率由基点 LPR 加60基点调整为 LPR 加75基点。目前，广州的银行个人按揭贷款已被要求双管控，且所有广州的银行执行一个标准。让面具人我回忆一下啊，当时很多人的 LPR 利率，也就是浮动利率，他们的利率都是被强制转换的。你自己不去主动要求银行别给你转换成浮动利率的话，那银行都是给你默认转换成 LPR 浮动利率的。那从这些细节就可以看出来，党其实是想要大家都选 LPR 浮动利率的，否则呢，他也不会出这个玩意儿，更不会诱导你们都选择 LPR 浮动利率，甚至强制你们选择 LPR 浮动利率。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也没办法回头了。那面具人只能简单的给大家说说 LPR 吧。从利益上来说啊，银行可不是做慈善的，他们没有任何理由降低存量贷款的利息，所以呢，他们推出 LPR 绝对不是用来给老百姓降低利息的。如果说有降低，那也肯定是为了更大的利益。假设存量贷款降息，那它能降多少吗？会降到哪里呢？3%、2%、1%，降到这么低的利息，不可能吧？银行给你把利息降到那么低，银行就崩盘啦，对不对？所以说，银行是不可能有任何大幅降息的理由的，是不是？那既然大幅度降息是不现实的，不太可能降息，那我们再想想，银行为什么不可以加息呢？没有任何经济逻辑能够说明共产党是不会给房贷加息的，对吧？那这样我们就能看懂共产党的 LPR 利率的升降逻辑了。那你们再想想，共产党操控 LPR 利率的空间有多大？房贷利率涨了，房租就涨了，房租涨了，韭菜就要更加努力的工作了，韭菜更加的努力工作了，劳动力就上来了，劳动力上来了，
中国的竞争力、吸引外资的能力也就上来了。加息有上限吗？面具人我觉得只要韭菜能承受，就可以一直加。所以说它以后这个 LPR 的利率涨是绝对的。假如你的房贷剩余年限小于5年，其实选 LPR 选不选都无所谓了，没多少钱。但是呢，你的房贷如果是刚办的，超过5年、10年、15年，那你绝对应该选固定的，否则呢，接下来的几年、10几年，你就等着慢刀子刮肉吧。其实党早在1月20号的时候还推出了一个新闻给自己洗地，他是怎么说的 ？LPR 9连平，你的房贷月供可能减多少？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1年1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1年期的 LPR 为 3.85%，5年期的 LPR 为 4.65%。以上以下都是在 LPR 发布之前有效。他说的这个发布之前就是新的 LPR 发布，也就是说，准备要发布新的 LPR 了。这篇文章长得很，巴拉巴拉了一大堆。总之呢，意思就是，国家的经济稳中向好。你们看，国家把经济管控得多好的。自从实行 LPR 利率以来，这个房贷的利息已经维持了9个月没涨了。那观众朋友们党的新闻大家要会看。党的言下之意就是，房贷利息已经9个月没涨了，是时候该涨了。你看我们共产党多厉害，稳定经济有一套，9个月没给你们涨房价利息了，该感恩戴德了吧？那说到这儿，面具人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如果国家不想让房贷的利息涨，那他为啥还要弄 LPR 浮动利率呢？那他不弄 LPR 浮动利率不就行了吗？一直搞固定的，固定的就不会涨嘛，对不对？你弄了 LPR 利率得了便宜还卖乖不涨是你国家的功劳，涨了那是自然现象，对不对？不涨你要老百姓感恩戴德，涨了你还要老百姓感恩戴德，这什么世道嘛？你说？那说到这儿了，肯定就会有观众朋友们想了，这个房贷利率涨了，这房价究竟是会涨还是会跌呢？那面具人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房价肯定还是会涨的。中国现在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你就把它想象成美国的纳斯达克道琼斯指数就行了，它不能跌，它只能涨，它跌了那就会出现经济危机的。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只有一套房的人，那他们的房子其实经济价值并不大，因为他不会把房子卖了，他把房子卖了，他也就没地方住了。所以说这部分人如果不是遇到特别大的经济危机，他的房子几乎是不会卖的。也就是说，只有一套房的人，这些人他们的房子流动性就非常差，所以呢，一套房就不用考虑它是资产了只是一个住宅而已，没什么理财经济效益那一说。那么有多套房子的人，他的利润其实就是房租。如果房租的收益能够覆盖掉房贷的支出，那么加再多的债务也都没问题。这个房价涨就涨涨了他的租金也涨，涨了租金以后就能还房贷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租金回报率是异常的低的，大概只有 1.5% 左右，是远远低于房贷的利息的。也就是说，把中国的房地产租出去是无法覆盖掉利息的。所以说共产党推出这个 LPR 利率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如果你租金完全能养活贷款和利息，那你就可以内循环了，那国家还赚什么钱呢？对不对？为人民服务从来都只是共产党的口号而已。中国的房地产的债务杠杆它是不可持续的越吹越大。目前呢，只能靠债务滚债务来回滚，以贷养贷这种庞氏手法来维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当前的环境下房价是不能跌的。如果说房价跌了，这些房子资不抵债，
就会爆发庞大的债务危机。可是房价如何才能不跌呢？很多人的这个生活压力大，经济压力大，越来越大，会逼得他不得不卖房呀，活不下去了，是不是？尤其是多套房的人，他的房子收益不够，房子太多都是压力，都是负资产。如果你说啊，你是全款买房的土豪，那面具人我没话说，但是更多的人都是按揭的房子嘛，对吧？那按揭的房子不能亏钱嘛，亏钱了他就会卖，那还剩下一个办法，那就是涨房租。在房价不变的前提下，中国的房租要在目前的基础之下涨4倍，让房租的收益达到 6%， 才算能让房地产行业的债务问题恢复健康啊，有一个正常的良性循环啊，房租能够跟得上利息。但是目前呢，很多人的房租都已经占到了工资的1/3，甚至是1/2了，怎么可能再让房租翻4倍呢？现在没翻倍，很多人交房租压力都很大，对不对？除非说把工资也翻4倍啊，那房租也能翻4倍，然后呢，整个市场就健康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中国这种低人权的社会啊，并且呢还是阶级顺位的统治社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国家每次出台一项政策，不管好坏，最终都是底层受害，最终呢都是由底层来承担压力。这就是阶级统治赋予的这种社会独有的特性。权力大的会把自身的压力很合理的转嫁给比他权力小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权力大呀。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蛋壳公寓的事件一样，蛋壳公寓爆雷了，或者说是房租税来了，房东们都不会受到任何冲击的。最终呢，被逼死的，被逼跳楼的，最终吃亏的还是这些租客，房东没有一点事儿，房东一根毛都没少。这还仅仅就是个房东，那房东之上还有公司，公司之上还有官员，官员之上还有领导。那任何的政策都是从上往下一层一层落实的，对不对？最终呢，落实到个人。但是呢，你每个人人与人之间还分阶级，还分官阶的高低，社会地位的高低，对吧？那在中国这个低人权社会啊，那就是底层没有任何人权的意思嘛。哎，说干你就干你啊，说让你吃亏你就会吃亏，懂了吗？那也就是说，权力大的人能把自己的压力转嫁给权力小的，那权力小的人再把压力能转嫁给权力更小的人，那权力更小的人还可以再把压力转嫁给没有权力的。也就是说，广大的无产阶级、底层平民，这些没人权的阶级。所以说，中共推出任何举措啊，官僚阶层是不会受到任何损失的。官僚阶级统治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啊！你不管他是清官还是贪官啊，中国的官员权力太大了。官员说白了，他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他就是为了共产党管理人民，为了共产党圈养人民而存在的代理人。李克强不是说了吗？中国每个月收入不到1000块的人还有好几亿人呢。也就是说，中国它是由底层构成的，这种穷人构成的，底层占了中国的大多数，并且呢，底层又是中国的劳动力和市场的根基。所以说，这些底层啊，它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啊，管理不好就会出问题的。那如何管理好这些人口如此庞大的底层呢？你说几亿人啊，又是跟你要人权了，又是跟你要言论自由了，又是跟你要选票了，又是跟你要公平了，不用上班了吗？啊，不用生产了吗？啊，不用制造了吗？还有没有王法了？啊，行，不生产了，不制造了，咱们天天就搞选举，咱们天天就搞言论自由啊？那这肯定不行呀，这样的话，中国就会失去了它的竞争力了。所以呢，中国它现在就是官僚统治，官员有权利做任何事儿，大官管中官，中官管小官，小官管草民，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动态平衡食物链。
大官为了保守自己的财富，就会对小官施加压力；小官为了保守自己的财富，就会对草民施加压力。那草民为了保守自己的财富，就只能撸起袖子加油干了。草民没有任何再能向下转嫁压力的空间了，他下面没有任何人了。也就是说，共产党无所谓他的官员有多强啊，他甚至会努力的强化官员的力量，强化这个官僚制度，而且呢，他必须要弱化人民的权利，必须要弱化草民的阶级。其实中国现在的这个社会啊，再往下发展就是奴隶制啊，就是奴隶制。奴隶没有土地，奴隶的财产源自于奴隶主的分配。那看共产党有权利分配工资，是不是？共产党给你定多少工资就是多少工资，并且呢，你草民说的不算啊，只有共产党说的算，跟西方民主国家还不一样。人家民主国家觉得自己的工资低了，人家可以成立工会维权，对不？奴隶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不能参政议政，对不对？你看中国的韭菜奴隶没有办法参政议政嘛，连投票权都没有。还有呢，奴隶必须要爱奴隶主，忠于奴隶主，不得背叛。还有呢，奴隶必须要为奴隶主打仗啊，参兵，抛头颅洒热血。所以说以后的中国啊，就是权贵的天堂。这些权贵或者是贪官啊，他们并不会因为他们贪或者是道德败坏而被搞倒，他们只会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奴隶镇压得更狠，没有把这些奴隶管理得更加完善而被搞倒，或者是没有站对队伍。那没有站对队伍其实也跟镇压奴隶有关。那毕竟现在的圣上是习近平嘛，习近平认为他能把这些奴隶管理得很好。你不服习近平，你不站习近平的队，那你以后就别想吃奴隶的这个人血馒头了，对不对？中国的这个体制，它就是权威说了算，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是以权贵的意志为基础，权贵无需遵守法律，屁民呢却要把法律奉为金科玉律。你别说什么郑爽什么的，比郑爽道德败坏烂的人多得很。有的贪官包养二奶都能包养上百个、几百个，私生子都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买房子都能买100-200套，还搞什么鸳鸯浴、酒池肉林的，对不对？那你说这些贪官他们怎么没有被搞倒？郑爽算个啥嘛？仅仅是为了引出来代孕这个事儿而已，做点贡献而已，并且呢，郑爽的后台也不算多硬啊。你们看过《西游记》没？没后台的妖怪都被孙悟空打死了，有后台的妖怪随便都能虐了孙悟空。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应该思考一下啊，好好的思考一下，你在国内你是属于权贵阶层还是奴隶阶层，对吧？以后在中国不存在有人这个概念，只有牲口和主子，或者说奴才和主子。做人啊，要先有一个清醒的自我定位，这样呢，你才能知道你在什么位置上啊，你清楚的知道你处在什么位置、什么境地，你才能做出最合理的选择，你才知道做什么事儿是最适合你的啊。对于你未来该怎么做，你才能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不要天天洗脑啊，觉得中共完了，天灭中共了，美国要飞机大炮打过来了，解放中国了，你做梦吧！现在西方、日本、欧洲都在和中共勾兑呢啊！反正面具人，我之前在国内啊，对我自己的定位啊，我就是奴隶，我不但是奴隶，我还是奴才啊！中国这个权贵体制不是说你想进去就能进去的，自始至终中共它从成立从清朝到老革命的后代，到这个方方呀，他是清朝遗孤老革命嘛，再到现在的红三代，他们的权贵体制是非常非常的封闭的，
绝对不是你们老百姓能参与进去的，并且呢，你们要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方式、娱乐方式也就越来越多，那消费也就越来越大。可是呢，资源是有限的，财富是有限的，我们这些平民怎么可能进去分一杯羹呢？我们进去分一杯羹，他们自己的财富就变少了，对不对？他们的胃口现在还在逐渐的扩大呢，我们怎么可能去分一杯羹呢？更不可能了。其实面具人，我觉得奴隶不可怕，奴才最可怕。那怎样才算奴才呢？有2种奴隶可以称得上为奴才。第一种就是心甘情愿当奴隶的奴隶，称得上为奴才。第二种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奴隶的奴隶，也是奴才。奴隶呢，有一天可能会摆脱自己奴隶的身份，而奴才永远就是奴才。好了，这就是国内的情况啊，这是咱们第一个话题啊。国内确实是难呀，不仅国内难，那面具人我就要讲今天的第2个话题了。其实国外也难，美国现在难呀。川普总统在佛州设立了自己的前总统办公室，那这个玩意儿就很玄妙了。川普从败选离开白宫那一天起啊，他就没认为自己输了，并且呢，他的选民也没认为川普输了。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川普一直在试探，他先是说自己要建立第3党，什么狮子党呀、爱国党呀，对吧？以此来测试看看共和党的态度。他发现啊，共和党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刺激，说怕川普组建党呀，或者是敢跟川普对着干，要弹劾川普，跟川普硬着来。共和党还是非常忌惮川普的名望的，以及共和党非常的惧怕川普布下的这个局，那就是川普有7600万川粉，是坚决不承认民主党拜登政府的，称拜登政府是伪政府的。这7600万川粉是铁杆支持者呀，那这就是真理呀！手里面有民意就能当皇帝呀，对不对？当半个美国的皇帝也是当嘛，是不是？并且呢，川普看到了共和党这群怂包的怂逼样子，我川普都建党了，你们还不敢弹劾我，我还建你妈了个逼党呢，多一道手续，多浪费事儿的。我现在就可以立刻让你们这些共和党人给我跪下，全部都给我收编。共和党不想亡党，就他妈的给我乖乖的听话。共和党离了我川普，绝对亡党。就算你们敢弹劾我川普，我川普死之前，我也能把你们共和党这帮杂碎全部先弄死。于是呢，你看川普的这个战略就很类似于当年毛泽东退守延安，弄个革命根据地，最后呢，吸引了中国全国的各路有志之士加入到了革命事业，最后呢，毛泽东一点点壮大，反杀了蒋介石伪政府。毛泽东自称的蒋介石伪政府啊，面具人我对蒋介石还是比较有好感的。那这个川普啊，现在也是来这一套，退守佛州，搞一个前总统办公室，现在呢也是搞得风生水起啊，吸引了很多美国的右派，甚至是极右派，各路的右媒呢还是牢牢的团结在川普的周围。那川普现在就等于有笔杆子了呀有人说了，光有笔杆子不行，还要有枪杆子。对，是不是现在还差枪杆子？枪杆子在人民手中呀，美国人有枪呀。我川普现在是前总统办公室，我现在设了一个前总统办公室作为革命根据地，那前总统也是前总统，前总统也是总统。我川普是被谁害成前总统的？不就是被拜登伪政府害的吗？这套说法深得川粉人心啊。那这就是要命的地方了，得民意者得天下。共和党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号召力能够比拟川普家族的了。那刚好美国人民手中有枪呀，川普又能号召他们，对不对？已经有成功案例了，我能围攻1次国会，我还能围攻2次3次，对不对？人民手中有枪，枪杆子在手，并且呢，共和党的领袖也是彻彻底底的怂了呀，登门向川普谢罪了。面具人
包括大家啊，咱们仔细观察一下，几周前，当佩洛西在众议院发起第2次弹劾川普的时候啊，当时就有10个共和党人倒戈。当时啊，觉得弹劾川普有戏。但是呢，时间过去了几个礼拜，到了1月25号的时候，这个弹劾川普违宪的审议案放到参议院选举审议的时候啊，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都力挺川普，倒戈的只剩下5个人了。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和党人越来越发现自己离不开川普了。那川普离开了白宫以后，他没有认为自己输，他还建立起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前总统办公室，并且呢还放出消息要建党，也弄得是风生水起。那一群继承了川普的令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些极右翼共和党人啊，认为是民主党窃取了大选结果的这些相信阴谋论的川粉啊，他们最近啊一直在吹喇叭，并且呢不停地拉拢共和党人，正在将共和党内建制派逼向绝路。那川普一边说要建党，一边呢确实搞了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啊，他这一虚一实，可谓是彻彻底底的拿住了共和党。那没办法，为了保党嘛，为了停止纷争嘛，党内领袖凯文·麦卡锡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去南方求助前总统川普。根据 CNN 报道，麦卡锡将于28日去佛州会见川普。那今天就是28日了啊，麦卡锡已经上路了，确定了。一位知情人士说，这次的会面是由麦卡锡发起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获得前总统的好感。那麦卡锡在国会山骚乱之后啊，当时呢还有倒戈的意思，当时呢麦卡锡或多或少的还批判过川普，现在就成了麦卡锡主动求见川普了，这就代表川普啊绝对不会被弹劾了，明白没？因为这个案子过不去，共和党的这些议员绝对是投反对票，而且呢共和党还指着川普给续命呢。蓬佩奥这几天也开始闻到味道了，他才卸任了几天啊，就开始当起了反政府的公知了，反拜登的公知了。从1月19号到1月26日的一周之内啊，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2次接受了保守派媒体的采访，并且呢他都在抨击拜登政府。他郑重地警告拜登团队必须认真对待中共对美国的生存威胁，并且呢他还强调啊，他完全会相信中共正在寻找拜登政府的软肋，希望美国不要绥靖，不要退让。这似乎就显示了仅仅一周之内啊，蓬佩奥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一言一行中啊就在抨击拜登政府，并且呢努力的在寻找拜登政府绥靖退让的迹象啊，或者说是软肋。那蓬佩奥的声望也不小哦，并且呢你看蓬佩奥现在死咬着拜登不放，言下之意就是说你拜登政府软弱，看不到中共的威胁，你看中共病毒把我们害成什么样子了，你还立法说不让搞，这不要称中共病毒，冤有头债有主呀，对不对？你拜登政府这就是怂了啊。那为什么蓬佩奥现在敢这么跳呢？他不怕被民主党清算吗？当然不怕呀，他们现在手里面有民意呀，他们有底气呀，对不对？这也就是和面具人我之前几期节目预测川普团队接下来会走的路，就是死咬拜登政府不放，活活的把拜登政府给折腾死。而且美国现在的局势也确实严峻，疫情死亡了40多万人了。根据法新社21日报道称，全美因这个疫情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军在2战中因战斗和非战斗死亡人数的总和。那根据美军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美军在2战战斗中死亡人数达到了291557人，非战斗死亡人数达到了113842人，等于2战中美军死亡人数总和就有405399人。
可是呢，现在这个新冠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二战死亡的人数。二战呀，第二次世界大战呀，美国都没死这么多人。你看，仅仅是一个疫情，短短的半年一年就挂了这么多人，并且呢，你看拜登政府还在发救济金，不停的印钱啊。但这也是个矛盾问题，你不印钱，社会现在就崩溃给你看。那你印钱了以后呢，后遗症又很严重。你后遗症怎么办啊？那你要搞经济啊。你搞经济，现在外交方面各种国际性的经济组织还被中共围堵啊！中共不停的在截胡啊，从中东到非洲到亚洲再到欧洲，中共不停的在截美国的胡。可以说啊，美国现在是内忧外患，拜登他做啥都未必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也不能说拜登能力不行，你就算是换上一个聪明人来啊，换上一个能力强的，现在也是一筹莫展，问题太严重了。就相当于你得癌症了，你请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给你看病，也未必能给你治好嘛，对不对？所以说呢，美国现在问题大得很，外交被中共不停的围堵，内部呢还有灾情，并且呢人民又互相的撕裂，党派呢又互相的对立，人民呢种族呢各种问题现在都爆发出来了，经济也快崩溃了，对不对？阴谋论丛生，大家互相洗脑，互相仇恨。那现在很简单了啊，只要拜登有行动，川普和蓬佩奥就会开喷。你看我说的对着吧？拜登不行吧？还不如我们执政的时候，如果换做我会怎样怎样怎样。那到这个时候，川普就可以随意吹牛逼呀，反正他没执政嘛，对不？说话可以想把牛逼吹多大就吹多大，对不对？群众他不管你吹不吹牛逼，他不管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人民群众都是盲目的，只要执政党没有达到群众的预期，群众就会毫不犹豫地把目光投向川普。美国的选民和中国人还不一样，死忠到底。可能川粉被洗脑了，是死忠到底，但是选民主党的这些人啊，很容易摇摆的。那川普就可以大吹特吹了，是不是啊？把这些人更加拉拢，并且呢，民意基础，说实话啊，美国的民意，很多人心里面还是支持川普的。民主党赢是因为疫情搞得勉强的啊，民主党才能超过川普的选票多一点点险胜，几乎就是5-5开。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川普和民主党几乎就是3-7开，甚至2-8开。那这就好办了啊！这些民意啊开始出现动摇的时候，川普说什么就更管用了。川普会很快的就吸走中间摇摆的勉强支持民主党拜登的那部分人，就像川普只用了短短2-3天、3-4天时间就吸走了倒戈的共和党员是一个道理。川普只用了短短的3-4天时间搞了一个我要建第3党的说法，或者是他成立一个前总统办公室，就已经从共和党中吸走了大批的人气，导致了共和党现在快亡党了，不得不向川普低头啊。共和党现在也难，前有狼后有虎，前有民主党后有川普，你说咋办啊？投向民主党吗？不可能嘛，那只能投川普了，对不对？那民意到了川普手里面，共和党党员也到了川普手里面，到那个时候啊，恐怖啦！你们想想，多数民意在川普手里，就会导致多数官员也必然会倒向川普。川普拿到多数民意了，川普拿到了这些多数的官员了，那军队里面的人难道不能渗透一下、勾兑一下吗？军队里面的人也不傻嘛，尤其是这些军队将领。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啊，全球通用。你别说肤色不一样就不通了，这是通的，人性都是一样的。所以呢，面具人，我看啊，美国现在的灾情越来越严重，人民对立越来越严重，这反而对川普越来越有利。其实现在的美国已经具备了当年的国共内战的雏形了。
那就是不顾老百姓怎样，谁能骗得了老百姓，夺取政权最重要。民主党上台已经1周了，没什么风风火火的庆祝，就是连就职典礼也很冷清嘛。这些反而都成为了川粉民粹们的把柄，说拜登是假的就职典礼，说拜登没人气。当然了，这些都是造谣啊，拜登怎么可能没人气呢？拜登的这个票啊，当然了，川粉们都认为是假的嘛。但面具人，我要提醒拜登一下啊，拜登的这个执政风格还是有点老派，没有川普的那种擅长宣传和亲民调动群众情绪的能力。其实群众有时候啊，真的不管那种高大上的政策。美国人呀，很多白人呀，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他不管你对错，他只要一个爽字儿，情绪照顾到位了，管你做的是对的还是做的是错的，爽就对了。就跟很多川粉一样，你们也体会过吧？啊，你跟他讲道理没用，你把他哄高兴了，骗开心了，就搞定了。川粉其实还是很好打交道的，你顺着他说话，哄着他来，他就跟那二傻子一样，听你的话了，对不对？照顾人民群众的情绪，拜登在这方面做的显然不如川普。我觉得哈里斯还做得好一点，毕竟哈里斯她是个女的，年轻一点，她懂得去迎合观众的口味，调动观众的情绪。当然了啊，一个成功的女性肯定是会迎合别人的，那这个没得说。所以呢，种种原因啊，结合到一块儿啊，面具人我不乐观的估计啊，拜登如果没有办法让美国进行焕然一新的进步，继续深陷这种对立呀、疫情呀、经济崩溃的泥沼，仅仅是做一些缝缝补补的小动作的话，那川普很快就会杀回来。这个有多快呢？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最快啊，甚至只用几个月，川普就能挟持民意，再搞出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比如围攻国会山这类的事件。可是呢，川普再次卷土而来啊，那就不是开玩笑了，会比上次猛烈数倍。因为到那个时候，川普的民意可不仅仅就是他那点7600万川粉了，他会在这个期间不停地吸中间的选民，甚至呢是没有投票的选民，玩一次民粹大翻转的，来逼退拜登。毕竟川普现在正在不停地吸民意，正在发酵他的阴谋论，说什么伪政府呀、阴谋政府呀、窃取大选结果呀，有很多美国人相信这个的，还有很多没投票的也相信，你知道吗？这是问题所在，这才是拜登应该担心的地方啊！毕竟川普现在正在不停的吸民意呀，等到川普的民意再次达到高峰的时候，什么法律、政治、军事，法律能大于人民吗？军队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对不对？军队不能向人民开枪呀。所以随着拜登的执政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的话，那军队也会军心涣散，甚至动摇的。到那个时候，川普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不得不说，川普还真是个狠人啊。4年前的川普作为一个政治小白，就能乱拳打败一切传统政客，打败民主党，登上总统宝座。这次的总统选举，川普认为自己没有败，那川普在川粉的心中更是没有败了，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被作弊做掉的，被阴谋政府政变掉的。川普在失去了总统宝座了以后，居然还有能力把共和党驯服，治得服服帖帖的。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我川普有实力啊，这证明我川普牛逼厉害呀。我川普的强大与总统的位置无关，我就是强，我就是牛逼。这就相当于给川粉们心中打了一剂强心针。社会分配不公或者是灾难阴谋论会使得民众开始怀疑法律，于是呢，民众就会迷信某个人，相信他是可以改变现有法律，实现真正公平分配的人，而那个人呢，就是川普。老百姓都会这么认为，这就是民粹的力量。所以
拜登呀，民主党呀，总统这条路不好走。而且面具人，我观察了拜登好长时间，我真心希望他能够发现美国现在的这些问题，因为我看了一下啊，美国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几期节目前才讲过的，民主党他一定要改掉自己这个高高在上、不亲民的这种高傲路线，否则呢，一个国家毁在这里，一个党派啊，已经拿到政权了，却输在这个很小的细节上面，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上面。那面具人，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希望他能早日的发现这个问题啊，解决这个问题，带领美国再次伟大，走向更好的繁荣，未来的发展啊，甚至呢为世界人民的民主做出更大的贡献，对吧？也希望美国的两党不要走向这种内斗、死斗，甚至是分裂美国的这个境地。毕竟嘛，和谐、团结、互助、共荣，这才是一个良性社会的根基嘛。并且呢，面具人，我也不是那种谁当权了我就舔谁，我反而呢是要帮拜登看到美国现在潜藏的一些深层危机啊。我也不挺川普，我也不挺拜登，但是呢，川普确实是个狠人，而拜登呢，最近呀，确实是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或许是面具人我多虑了，人家拜登政府已经注意到了，那这样就更好了嘛，对不对？希望他们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毕竟嘛，没什么深仇大恨，对不对？大家都是为了美国好。